你有没有想过，三国时期各路诸侯群雄逐鹿中原的时候，我们把目光往南，穿过吴岭，看向岭南，你会遇见谁？这个人叫士燮，他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猛将或谋士，但他手里却握着整片胶州。这个胶州啊，也就是今天越南北部到中国广西一带的地盘，足够大，也足够稳。在今天的越南，士燮的地位堪比圣贤，被世世代代奉为圣王，一代代的君主为他追封谥号，已然成为了国家精神的一部分。但反观中国这边，《三国志》里对于他的记载几乎没有，只说他镇守胶州，最后归顺孙权。那么问题来了，他有地盘有军队，为啥没有像刘备一样北伐夺地？又或者带兵进军洛阳，在群雄逐鹿中原的时候分一杯羹，而是按兵不动，偏安于胶州，最后归顺于孙权。哈喽，大家好，我们今天就聊一聊三国时期的士燮，去看看这位被忽视的王到底是怎么样在乱世中一步一步地踏上那条充满无奈与抉择的道路的。士燮出生在胶州的昌吴郡，家族原本就是中原南迁的汉人，机遇之下摇身一变成为了当地的豪门望族。少年时的士燮和曹操一样，被当地的百姓推举为孝廉入仕。董卓进京以前就已经官至交趾郡的太守。曹操把持朝政后，因为胶州刺史张金被部下刺杀，士燮便被委以重任，出任绥南中郎将，一举统领了胶州7郡。官渡之战以后，曹操拿下了黄河以北，坐拥中原。东边的孙权也在江东站稳了脚跟，建立了自己的势力。此时压力最大的是荆州的刘表，一边要防着曹操南下，一边又要提防东边的孙权。这孙权和刘表可是有世仇的，孙权的父亲孙坚就是死在刘表的部将黄祖手上的。而曹操在吞并了袁绍以后，也早已有了南下的野心，所以刘表在荆州的日子肯定是不好过的。各路势力对荆州这块地盘都是虎视眈眈，就连诸葛亮在隆中对时也对刘备讲过，荆州北据汉沔，历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是用武之国。刘表想要自保，就必然要开疆扩土，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刘表老早就盯上过胶州，一直想把那里吞并，跟士燮的家族也结下了梁子。但可笑的是，士燮刚接管胶州以后，根本不搭理刘表，把所有的工作重心都放在了内政上。他在胶州修河渠，广招贤才，安抚百姓，很快便让胶州安稳了下来。就是这么一副稳如老狗的态度，把自己活成了乱世里的一股清流。说白了，一个政治人物，士燮心里肯定也想去中原分一杯羹的，但现实的重重阻碍让他只能留守胶州，无法如愿以偿。胶州是东汉13州里最南端的一块孤岛，西北方被云贵高原的蜿蜒山脉死死隔断，正北只有一条狭窄的武陵山道勉强连通中原，东北则是绵延起伏的闽南丘陵，南面更是一望无际的南洋大海。表面上看胶州的地盘辽阔，实际上是四面环山抱海，道路险峻，堪比蜀道，有过之而无不及。放在这样的地理环境，即便是志在中原，也不得不老老实实的守住胶州，根本迈不开脚步。我们先来说说武岭山脉，它是湘粤桂赣4省交界的群山总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5座山岭，分别是越城岭、都庞岭、蒙竹岭、祁田岭和大庾岭。其中最西端的是越城岭，坐落在古陵郡一带，早在秦朝的时候就被当作进军岭南最关键的通道。为了把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连成一片，秦始皇曾下令开凿了灵渠，硬是打通了一条通往岭南的人工大道。就是这么一条灵渠，把天然的障碍变成了必经之路，也算是奠定了武岭在军事交通上的战略地位。我们接着往东走，就是都庞岭和蒙竹岭这对抱水双峰，它们像是2道天堑夹在深水河两岸。如果你沿着2岭之间的山谷往下南行，就能抵达贺县。
随后顺着河水一路到昌吴郡，再往前是齐天岭，在贵阳郡和阳山县交界处，这里的路可不止一条，一条是通往东南拐进真水，顺流而下，另外一条则是往西南郡翻过阳山关，沿匡水跋涉而行。整个线路犹如迷宫，山高谷深，一旦动身就得走上几条少有人知的秘境。最后就是在扬州和荆州南部的山脉大庾岭，翻过岭后同样能顺着水路南下直达胶州。可惜在汉末这里荒无人烟，几乎没有任何通行的价值。一直到唐朝，张九龄才打通了梅关古道，让这条密道逐渐活跃。所以这个五岭山脉把中原四通八达的路给硬生生的切断，这里的河流也被他们一分为二，有的往北跑进了长江水系，有的往南汇入了珠江水系。简单来说，五岭就像天生的水陆拦路虎，是一道天然的水陆屏障。首先，要想水路打通中原和岭南，第一步就得开凿运河。这可不是挖一条简简单单的沟渠，而是要把整个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像流水天桥一样的连在一起。历朝历代的君王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开了沟渠，比如当年秦始皇命人凿通了湘江和漓江的分水岭，开创了中国最早的人工水道灵渠。到了汉朝时期，又凿通了几条干线，临河道、贵阳道、九陇道，每一条都得配合水闸，把高低不一的河水给锁住，调整好水位以后，船队才能稳稳地飘过去。其次，要想把中原的铁骑一路挥到岭南，最划算的办法就是走水路，既省体力又省钱粮。而且船舱就是一个大型的移动仓库，而彼时的痛点是可用的河道就那么几条，谁先抢到河道谁先过。早在汉武帝时期，就曾动用了声势浩大的五路大军前去收拾南越国。当时陆伯德破阳山关，顺匡水杀进岭南，杨浦另挑真水南下，看着是五路，实际上就是河上的长龙往南飘。千年以后的北宋打南汉还是这套剧本，名将潘美先翻山拿下贺州，然后老老实实的把兵马塞进贺江，顺水而下。可想而知，守军在河道卡口沉几艘破船，立几根木桩，北边的大军就像被拧紧水龙头，进退两难。最后有人可能会问，如果说走水路这么困难，那能否像邓艾偷渡阴平一样的走陆路呢？我们现在站在上帝视角，在地图上来看，仅仅只是山道纵横，可在当时那些所谓的山路都是陡坡乱石，走着走着，随时可能会撞见狼群围道，或者是踏进瘴气弥漫的森林，分分钟都是要人性命的。直到唐宋时期，朝廷也还在把一些罪臣发配岭南一带，比如韩愈、苏轼都领教过。所以可想而知，这条路是何等凶险。著名的作家马伯庸在《长安的荔枝》一书中就有描绘，为了博美人一笑，李善德运送荔枝前后近100个驿站配合，每隔30里就接力一环，就像接力赛一样送荔枝。《后汉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这条山路凶险，包含了陡坡、密林、瘴气轮番上阵，历年以来，无数的挑夫、兵卒都把命搭在了这里。可想而知，一条公路都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更别提大军压境、商旅往来。所以难怪士燮宁愿老老实实的待在胶州，也不愿轻易的踏出五岭一步。说到胶州往北的另一条通道，就是南北方向的连接荆州、益州的那条线。我们可以先看地形，这里正好是中国地势2、3级阶梯的分界点，海拔一路从东往西拔高，最后碰上云贵高原的东会。不管是翻山越岭走陆路，还是逆流而上走水路，这笔账算下来，人力物力的投入风险高不说，收益却寥寥可数。对于士燮来说，这就是一条鸡肋路线。我们再来看看东北的边界，浙闽丘陵连延起伏，比两广丘陵还要艰难。岷江的水和其他的小河一样，都是直奔东海，所以走水路几乎是不可能的。走陆路的话更不可靠。唐宋8大家之一的曾巩在《道山亭记》中就曾描述过，其路在明者，路出则扼于2山之间，山乡属无间断，
雷属邑乃得一平地，小为县，大为州，然其四顾亦山也。道路位于两山之间，三山相连，每过几个驿站才能看得到一块平地，能想象得到，想通过它入主中原，简直比登天还难。总结下来，胶州的地盘虽大，可西北、东北都是高原群山，压根走不出去，反倒是人人谈虎色变的五岭成了沟通中原和岭南的唯一通道。可偏偏这条唯一通道问题却是一大把，天然的江河接不上，只能靠寥寥几条人工运河，路路又是独障密林，悬崖陡壁，恐怕唐僧西天取经之路也没这么艰难。这层地理环境既把世蟹困在了胶州，也让外部势力无法入侵。那除了地理环境复杂以外，我们把镜头也转回胶州本地，看看这块土地本身给世蟹出了哪些难题。跟难于上青天的巴蜀相比，胶州完全是另外一块料。四川盆地就像一张大平底锅，周围群山环绕，但中间却平坦，资源调度的难度也没有那么大。可胶州呢，山岭就像一把刀，那些地盘就像被剁成的豆腐块。这种天然隔断的地理环境，也让当地的豪强各自为政，内部的地理环境就已经是一盘散沙，更别谈什么凝聚力了。我们分地理和文化两块来说。首先这个地理上，两广地区是连绵不绝的丘陵，尤其是广西那一片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从一个郡到另外一个郡，中间隔着动辄数百里的险峻山路。他们传递公文或者运送军粮都是以月为单位，久而久之，胶州内部就分为了东西中三大区域。胶州的东部主要是由南海郡、昌吴郡、合浦郡组成，核心区域在珠江口一带，也就是珠江三角洲这一带。放眼整个胶州，群山绵延，丘陵遍地，像珠三角这样成规模的平原地带，满打满算也就2块，算得上是地理上的黄金地段。不过当时的珠三角还没有今天这么宽阔，不过养活一方人马那是绰绰有余。南越国的创建者赵佗当年能在这里站稳脚跟，靠的就是优越的地理环境。这一片东部地区也成了整个胶州最稳定、最具有发展潜力的一角。再来看看胶州的西部，这一块主要是由交趾郡以及它南边的日南、九真2郡组成。这里的核心就是交趾郡的红河三角洲，也就是今天的越南河内所在地。别看位置偏南，在汉末时期，这里可是整个胶州的政治中心，世蟹的权力核心区域也就在此处扎根。不过这块地也不是那么好连通的，在它的北边，一道接一道的山脉就像屏障一样横在那儿，直接把交趾和广西两边的联系给切断了。这些山不只是地理上的隔绝，往后更成了文化和政令传达的障碍。也就是从这里开始，胶州和中原的那点联系逐渐被山岭拉开了距离。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胶州的中间地带玉林郡，它正好是夹在珠江三角洲和红河三角洲两地之间，地处两广丘陵的西侧。这里的地形可以说是标准的山谷迷宫，山多地窄，郡县就像是被撒进了不同的山坳里的旗子，分布零散，互不相连。平时要想郡县之间互通，只能靠珠江水系的几条支流勉强串起来。毫不夸张地说，玉林郡就像是卡在东西两头之间的一段缓冲带，资源难以整合，调动也不方便，内部联系松散，很难形成一体。对于世蟹来说，这块区域既难调兵，也难聚财，真的要是统筹指挥的话，反而是个拖后腿的油瓶。这种山岭撕裂的地形带来的通行难题，可不只是在世蟹那个年代有，后世很多文人也都亲身体验过，甚至是写进了史料和诗文里。唐代的大诗人王勃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当年从交趾郡返乡，没敢走陆路，而是选择走海路回中原，结果不幸在南海溺水身亡。这个悲剧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哪怕是到了唐代，中原和交趾之间的往来依然会优先选择海运。
目的就是为了绕开那一道道横在边境上的崇山峻岭。东边靠珠三角，西边靠红河三角洲，中间的玉林算是夹缝求生。除了地形把胶州分成了3块，文化也是跟着地理走，自然而然的形成了3大文化区，而且和我们刚才讲的东西中3大地理环境几乎是一一对应的。我们先来看东部，也就是珠江三角洲为核心的区域，这里可以说是汉文化在岭南的桥头堡。从赵佗建越南国那会儿开始，中原的文化、制度、农业技术就一波一波的往这边传。到了汉武帝正式收回岭南，大量的汉人开始在这里定居，尤其是南海郡、番禺一带，慢慢的就变成了汉文化的据点。到了东汉以后，尤其是广州崛起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外来人口更多，商贸更旺，汉人社区也越来越聚集，逐渐让整个珠三角形成了一个以汉文化为主的区域。这里的礼仪、文字、宗族制度，甚至在丧葬风俗上，都基本上是在模仿中原。可以说，这一片成了整个胶州最向北方的地方，也是世界政令推行最顺利的一块地方。接着就是红河三角洲的文化区，这里是胶州的西部，今天的越南北部一带。这一片跟珠江三角洲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它更封闭，也更土著。首先从地理上来说，红河流域没有办法像珠江那样连接长江水系，天然上就少了和中原交流的一个通道。其次，这里是瓯越、洛越等古越人聚集的地方，他们有着完全不同于汉人的生活方式，断发纹身，甚至还有染黑牙齿这样的习俗，放在汉人眼中却是化外之民、蛮夷之地。在汉朝光武帝时期，这里还爆发过有名的二征起义。这对曾氏姐妹，一个叫曾策，一个叫曾二，出生于洛越贵族，从小学武，长大以后亲眼看着东汉派来的太守苏定横征暴敛，欺压百姓。他们的丈夫施蜀在被这个太守苏定杀害以后，2个姐妹一怒之下开始造反，带着逐步打下了交趾、九真、日南、合浦等地，一口气拿下了60多座城池，其中曾策还被当地的百姓尊封为真王。一时间，整个胶州西部几乎脱离了汉朝的控制。这件事情轰动了整个洛阳。光武帝刘秀派出了老将马援领兵南下，动用了2万人、2000艘船，水陆2路进攻，足足花了2年的时间才收回了西部这片土地。曾氏姐妹也战败身亡。这样的女中豪杰在史书中着实罕见，算得上是越南的民族英雄。史书一直把二征起义的事件当作叛乱描述，但在近代史书也逐步肯定了这2位女子的事迹。在文革期间，毛泽东接见驻外使节的时候，也称曾策是位了不起的女英雄。话说回来，这场起义对汉朝的震撼极大，在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汉朝对交趾一带的管理也一直趋于保守，不再强行汉化。最后，我们来说说胶州的中部，也就是以玉林郡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区。这块土地挨着益州的南中地区，地理上是过渡地带，文化上也聚集着大量的古越人，是今天的黎族、傣族等少数民族的祖先所在地。这一带和南中之间一直就是一衣带水的关系。也正因为如此，到了后期，士燮在归附孙权以后，还曾经借着这层关系暗中联系南中，联合发动叛乱，想要趁乱自保，维系自己的势力。这种地方势力盘根错节，中央的政令难以下达，一直持续到了明朝。当时为了管理西南边疆，明朝的政策是因地制宜，也就是扶持各地的地头蛇，把统治权放给他们，让他们既当土皇帝，又听命于中央。所以说，在玉林这块地，从三国时代到明末，几乎就没有真正的被汉化过。文化上山多路远，人情散；政治上本地部族牢牢掌控着地盘。所以这3块地方，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地理上，都很难让士燮把整个胶州真正的拧成一股绳。要想靠行政命令一统全局，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只能采取一种更为现实的做法，就是把地方的控制权交给本地的世家大族。简单来说，就是你替我管地盘，我给你名分，只要你不造反，咱们互相成全。
我们前面有讲到，在世谢之前，胶州的刺史张经就是没搞清楚胶州这盘棋的复杂性，用政策强行压制，最后被苍梧的都督欧景刺杀收场。世谢正是吸取了这个教训，他一上台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让自己人进圈，比如他把他自己的弟弟世义安排去当太守，牢牢把控住这周边几个关键的郡，形成了一个以家族为核心的权力网络。这样一来，不但可以防止内乱，还可以强化整个胶州的凝聚力。简单来说，世谢治理胶州靠的不是一纸政令，而是用自己的家族和人脉织出了一张地方统治网。也正因为胶州离心离德实在是太强，孙权在接手这块地盘的时候，他就把胶州一分为二，折成了胶州和广州两部分，行政中心也迁到了番禺。因为这里可以顺着珠江水系直达长江，但是这一波操作虽然广州稳了，却把原本整个离心离德的胶州进一步推远。外有崇山，内有族群，世谢的政令早就走不出了这个山谷。这个时候，海成了他唯一思考的方向。事实上，早在西汉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汉朝就已经在谋划另一条通往南亚甚至更远的航道。胶州作为岭南的门户，正好成了这条南方航线的起点。到了世谢的时代，从交趾、合浦等地出发的商船已经可以跨过南海，驶向印度洋，开启了那条日后赫赫有名的海上丝绸之路。但是海路虽大，风险也大。在汉代时期，中原朝廷更倾向于走陆路，虽远但至少可控。我们站在上帝视角，有人可能会说，这岭南的海岸线有东南季风，可以形成天然洋流，船队可以顺流而下，省时又省力。话没错，但问题也不少。先不说季风稳不稳定，这海上暗礁密布，台风突袭，稍有不慎就船毁人亡。所以哪怕是有海上贸易路线，世谢也只能把它当做一条备用方案，靠它来稳住地方经济。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王勃以外，其实在唐朝还有一个更为传奇的海陆漂流案例，那就是鉴真东渡日本。你以为他是从长江口顺顺当当出发的吗？他第5次出海的时候，刚离开舟山群岛就遇上了狂风巨浪，偏偏又是冬季，北风正盛，结果整艘船硬生生的被吹到了海南岛才停下。你想想，这可是往日本走的船，最后飘到了南天之南，可见古代的海陆风险有多大，也难怪中原的政权始终更偏爱修运河，走陆路，虽慢但稳。不过在岭南情况就不一样了，以世谢治下的苍梧郡为例，这里正好是处在几大河的汇流处，自古水陆交织，是汉人南迁首选的落脚点。从中原过来的人，一旦翻越了五岭，第一站往往就是这里。这里地势平坦，水路通达，又靠近海口，不仅方便定居，也适合对外交流。而要说真正撑起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早期繁荣的地方，其实并不是今天人尽皆知的广州、泉州，而是当时并不起眼的2个县：合浦、徐闻。2000年前的他们可是人来人往、货船不断的港口。商队从北部湾出发，沿着交趾、九真、日南3郡的海岸线一路南下，直达东南亚，再远一点就能航进浩瀚的印度洋。更神奇的是，到了东汉桓帝时期，日南郡还曾经接待过一支来自罗马帝国的商人团队。与此同时，胶州的自然资源可以说是得天独厚。胶州义务志里就记载了不少当地中原闻所未闻的南方珍品，像荔枝这种热带水果，胶州遍地可见，还有玳瑁、象牙、豆蔻、沉香这类高档货，在中原更是罕见。光靠这些东西就可以撑起一条完整的贸易链。而这个时候的中原呢，早已是战火连天，民不聊生。曹操、刘备、孙权3足鼎立，老百姓流离失所。这个时候的商路基本上是处于停滞状态，所以此时的世谢干脆把目光转移到了更远的南方，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东南亚这些国家。从合浦汉墓出土的罗马玻璃器、波斯银币等文物来看，我们就能想到胶州当时的海外贸易不仅做得早，而且做得大。可以说，正是因为中原混乱，
才给了士燮疏远中原、发展海洋经济的机会。这一策略不仅让他在胶州稳住了局势，也让这片边疆之地在乱世中活成了独立王国的模样。在那场汉末风雨飘摇的乱世里，要找出一个像士燮那样真正做到保境安民的地方执政者，几乎没有。我们放眼整个中国历史，恐怕也只有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王钱穆、前蜀高祖王建能在动荡中守住一方，稳住人心，与士燮相提并论。士燮的这种佛系统治，表面上看是与世无争，实则背后是一连串极为现实的考量。是崇山阻隔让他走不出胶州，是四分五裂的内部格局让他无法一统，是中原战乱与海上贸易的兴起让他的战略重心慢慢的转向了南方。他或许不是主动选择孤立，但是在重压之下，他用自己的方式走出了一条不打不抢、靠稳字当头的生存之道。我们已经无法确切的知道士燮的内心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那个时期，曹操笔下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时代，士燮确实为胶州百姓守住了一方安宁。士燮或许不是那个时代最耀眼的王者，但他却是真正意义上的士王。在乱世中，他为百姓留下了一块可以喘息、可以生存的土地。这份安稳，这份亲民，在那样的乱世里，比打天下还要难得可贵。好了，关于士燮我们就讲到这里。大家如果说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如果大家喜欢本频道，可以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